好，欢迎大家来到东阳光鲜虫草天赐的声音第7季，我是陈欢，向每位音乐合伙人问好，欢迎大家。在这里我们有2位新的朋友又加入了我们这一季啊，让我们欢迎一下小军。谢谢。又回家了，差点穿睡衣过来了。啊，要这么舒服吗？因为他一点压力没有。没有，也，就是回家的感觉。回家的感觉，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刘宇。刘宇这个造型一看就是要放大招啊，在天赐。我从天上下来的。哇，天哪！今天薇娅都准备好了。哇！所以你身边这位也是你天上顺便带下来的仙女。什么叫顺便带下来？可不是隆重请来的。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还是要通过天生夺人来决定大家在舞台上的一个出场顺序。在我的身边呢，有一个日照金山的礼盒，里面有相应的数字。接下来想问一下，上第1组的请举手。先举手。从刚才反应速度看呢，确实是黄子。我们第一个抽。哎，那你们先把1跟6抽了，谢谢。我昨天做梦抽到的3，希望不要太大。123，123。来，打开看一看黄子能不能够如愿。太棒了！太好了，手都开始抖了。恭喜你！慢点，不至于。腿都软了。有没有一会儿抽到3、4的想去5的？我觉得算了。我想中间。来打开。3。4号哎。我说4就是4，太好了。完了，抽到1愿意跟我换吗？啊，不愿意。抽到1愿意跟我换吗？抽到1愿意跟我换吗？我天塌了。那一起来拿吗？可以啊。相不相信我的手气？我给你碰一下。谢谢。OK， 看一看佳云和刘宇，你们抽到的是3、没问题。 2、1，请展示。一定不是6。可以啊。太棒了！我的搭档太好，太怎么样？命运在自己的手中。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期的推荐金曲呢，将以荣耀唱片的形式登上我们的荣耀墙。我们前4期已经分别上榜登墙了。好，我们场上见。正式舞台依旧采用逐轮对决、胜者首列的车轮战模式。前一组演唱结束后，下一组登场发起挑战，由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选出本轮待定金曲。之后每一组登台都将挑战上一轮的待定金曲，直至决出最终的推荐金曲。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我是主持人陈欢，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比心问好，大家好。本节目由好虫草鲜着吃的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有请音乐人拿起你身边的东阳光鲜虫草，真鲜滋养，尽情品尝，开启你们的满格状态。好了，舞台就绪，接下来有请第1组音乐合伙人登场，让我们欢迎罗云熙、姚小棠，加油！我们这次呢虽然是第2次合作，但是我们是在天赐里面的第一次合作。因为我喜欢唱歌，但是我可能唱的没那么好，所以我就特别羡慕，也特别崇拜唱歌好的歌手。姚老师是一个我喜欢的歌手，我也很开心跟你合作，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我们唱。这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有很浓厚的思念，但是你知道，你思念的这个人，或者是你思念这个事物，它已经再也回不来了。他这首歌的歌词写的蛮有那种深度的，就蛮感触的。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思念、期许，就像一封信一样，通过云层传递给在远方的那个他一样。这种情感的寄托非常的美。现实当中没有过类似的这种思念的寄托，但是呢，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软件叫做漂流瓶吧。
把你想说的一句话写到一个所谓的漂流瓶里边，然后你就传递出去，然后肯定也有人回复过，但其实你可能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两个灵魂然后相互得到了连接一样，这种感觉还蛮好。我第一次唱和声，你知道吗？是吗？这个好多哦，我都觉得好复杂。哦，这个和声太多了，好像有点话赶话的感觉。我觉得让一个人就没有太多和声的时候，会更好的去表达这首歌的情感。老师，那个第2段副歌，听你的声音，那个和声删掉，不能透明啊，那个删掉。其实对于我来说，这种舞台上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我和小唐在私底下也合过这首歌，然后小唐他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期待咱们在正式演出的时候也能够让现场的老师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唯美隐忍的情感传递。黑色的背后是黎明，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别把梦吵醒。时间它继续飞行，下一站机场门外，拥抱你的背影。蓝色的背后是沉静，低下头俯瞰陆地上想念的眼睛。生命中有些事情，从没有原因说明，一刹那的奇迹。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能不能再听一听，听你的声音？就算是探秘，跟着攀比的去无人岛旅行，我不会怪你的天空一望无际，是海洋的倒影，蓝色一望无际，我的你在哪里？假如迷路了一地，把思念装进漂流瓶，快寄给我，别让人担心。蓝色的背后是纯净，低下头俯瞰陆地上想念的眼睛。生命中有些事情，从没有原因说明，一刹那的奇迹。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能不能再听一听，听你的声音？就算是探秘，跟着攀比的去无人岛旅行，我不会怪你的天空一望无际，海洋的倒影，蓝色一望无际，我的你在哪里？假如迷路了一地，把思念装进漂流瓶，快寄给我，别让人担心。
天空的一封信。能不能再听一听，听你的声音？就算是探秘，赶着攀比的去无人岛旅行，我不会怪你的。天空一望无际，是海洋的倒影，蓝色一望无际，我的你在哪里？假如你落了一滴，把思念装进漂流瓶，快寄给我，别让人担心。无人知道，这是云溪在天赐的第2个舞台。我想先问一下云溪，感觉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啊，咱们这首歌真的不好唱。哦，在第1次我们彩排结束之后，我去复盘，我发现，哇，我真的是在拖小唐后腿。没有。我说不行，不能这样子，因为我说我来天赐的舞台就是来锻炼、来学习的。既然来了天赐，我觉得就要做到一次比一次好。小唐也帮助了我很多，我们私底下还为这首歌去重新修改了一些东西，确实磨了很多遍。然后我觉得今天唱下来，就是真的有互相在那种灵魂的交流一样。因为他真的很认真，然后他说我们能不能彩排之后我们来练一下，而且我们彩排之后已经很晚了。其实我想问一下，如果面对逝去的人或遗憾的事，你会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呢？我觉得身边的人或事逝去是一件你无法去预料以及阻止的，它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会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也会允许自己感伤、感到难过，但是我会用更短的时间去调整自己，让自己从这种悲伤或者说是思念当中走出来。不管是遇见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将来的人生还很长，然后我觉得我们以后的生活依然要阳光明媚，要积极向上。其实我刚刚想说，就是，我觉得我在思念这个人的时候，我也相信他同时也在思念我，然后我希望他可以多来我的梦里。对，嗯。我有些话想从朋友的角度去跟小唐说说。小唐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特别会唱歌的歌手，但是今天这个舞台确实是我看过小唐数十个舞台里不那么会唱歌的，但是却是最感人的舞台。我有时候觉得我们都要面对亲人的离开，但是可能一个音乐家、一个歌者能做的事情就是用他最擅长的方式把他的情感抒发出去，然后影响到更多的人。对，其实我没有那么希望把我这首歌的内容去特别的想要去带入我自己的生活，对，因为我怕我会影响我的搭档，然后会影响这首歌的呈现。但是我觉得刚刚是唱完结束之后，我觉得云溪的那段话真的很就戳中我的心，哇，那一下我就觉得我这层防线就破掉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总觉得在刚才的歌声中，我听到了一些大于音乐的东西。我觉得太棒了，云溪她的声音为这首歌添上非常浓厚的一笔色彩。虽然我自己听下来，我会觉得说，悲伤的成分比较居多。在我听到像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我是非常容易自我 emo 的，对。
然后因为小唐的声音本身就带有一种好像在说故事的感觉，就领我们入这首歌。然后等到允熙的声音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两个人的声音好像就像刚刚说的是那种灵魂上面的一个穿梭。接下来有请光光。男歌手罗云熙，他聪明地弱化了声音机能的硬对抗，副歌高音区稳定输出无瑕疵。女歌手姚小棠音色辨识度评分高达94分。总的来说，两人配合默契度数据满分，堪称本季最佳男女合唱范例。哇哦，这么高的评价，比心。云熙，我上一场给你的3个建议，头2个是表扬嘛，第3个我说批评。第3个批评，我也想和你说，因为这种合唱的舞台不是你自己的舞台，你要懂得避让。每到你给肖云唱合音的时候，你都在抢。我批评的你那个建议，今天好了，完全没有了。对，因为这首歌小唐一直在很弱的去诉说，你的和音一直在让着他。我觉得你们2个这个和声的配合特别的好。所以这个舞台我也是真心喜欢，我也希望云熙加油，在歌手的路上好好发展，加油！谢谢。好的音乐能打动人，贵在真诚。选礼物呢也是一样，更看重真材实料。就像咱们这款日照金山礼盒，寓意吉祥顺遂，10多项质量检测，层层把关，品质看得见。选礼物最重要的就是放心，东阳光鲜虫草上市集团出品，自己送的安心，家人朋友收的也开心。好的冬虫夏草经得起溯源和检验，东阳光日照金山礼盒传递吉祥祝愿。好，我们要把热情的掌声送给第一个如此精彩且感人的舞台，谢谢罗云熙，谢谢姚小棠。接下来向这个舞台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掌声有请杨丞琳、欧阳娜娜，加油！我以为是我给你惊喜。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跟娜娜认识很久了，算是看着她长大的。第一次认识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去看她的演唱会，跟妈妈跟妹妹一块儿去看的。然后后来交集越来越多，也是因为我们比较像是家庭式的朋友。像我姐姐和姐夫是一开始跟陈琳姐比较熟，然后我一开始是跟荣浩哥比较熟，然后但后来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变成我们一大家子一起。这次和娜娜合作的是《讨厌》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很久了，是我年轻的时候在 KTV 必唱的歌曲。我很喜欢它歌词里面的态度。就我之前没有太尝试过这么有节奏感和 R&B 这种类型的歌曲，所以想尝试一下这首歌，就是用一个很轻快的方式在讲一个不开心的事情。就我感觉我就是会直接不开心，但是我可能就会接近这样子。我是一个在感情中断舍离非常快的人，哪个部分好像跟我可能没有那么契合，我就会觉得我不想浪费时间，真的跟这首歌稍微像一点点。讨论爱情是禁忌吗？可以吗？可以啊。那你现在有觉得你在感情中可以比较有个性了吗？我觉得以前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要去为别人考虑，但现在会觉得说哦，我自己最舒服，我自己最自在才是最重要的。That's right。姐姐觉得很欣慰，因为姐姐担心你，我担心你。这首歌我感觉我们如果只是站在那边唱，会少了些什么？因为你有在演戏嘛，我觉得如果带一点戏剧的成分，感觉是跟我在抱怨一些什么，就跟我们的日常也很像。像你3姐妹很常来我们家嘛，那我们都会聊很多东西。对，就我们日常会吐槽，对，某个群组吐槽一些事情。这种自然的东西放上台上，我觉得可能比站在那唱好，对不对？对。这首歌我的想象就是跟电话有关，觉得要有一个具体的电话亭出现。电话的开端，我跟你讲哦，我好讨厌这样子，喜欢这样的人什么什么的，然后最后才在舞台上碰头了，感觉就是闺蜜讲着讲着觉得不行，我们一定要约出来聊的那种感觉。这首歌确实不太是大家熟悉我的音乐曲风，但我觉得在天赐的舞台就是要各种各样的，而且又是跟很熟悉的娜娜一起有一个这样的舞台，我很开心。
好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事实迁就你，弄死我自己，开始惊讶异。讨厌爱上了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装作不在意，这太没骨气。巴巴拉巴巴巴拉巴拉，半夜我又失眠，听着 DJ 放的烂音乐，像在嘲笑我最近的恋爱不顺利。寂寞到2点半，决定上网寻找一点反对谁，管他什么迷惑行踪比跟你好谈。今天星期几，冷战还继续，却因为是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我在你那里，眼底或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还怎么继续？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事实迁就你，弄死我自己，开始惊讶异。讨厌爱上了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装作不在意，这太没骨气。哒哒啦哒，哒哒啦哒 I can feel your love, I can feel you。半夜我又失眠，听着 DJ 放的烂音乐，像在嘲笑我最近的恋爱不顺利。寂寞的2点半，决定上网寻找一点反案。对谁，管他是谁，总比跟你好谈。今天星期几，冷战还继续，全因为是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我在你那里，眼底或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爱怎么继续？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事实迁就你，弄死我自己，才是情加意。讨厌爱上了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装作不在意，这太没骨气。哒哒啦哒哒哒，爱讲不下去，走不下去。哒啦啦 I can feel love, I can feel it。讨厌这样的爱，别想我会被你伤害，我先甩掉你。2位是好朋友，对，是第一次合作吗？对，对，就是跟姐一起唱的话，其实也蛮安心的。对，其实，在娜娜旁边也是有压力的，因为我们年龄差距其实蛮大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因为它可以变成一种闺蜜在骂那个不好的男生的感觉，所以本来做朋友就没有年纪的这个差别嘛。我们俩在一起还是挺搭的。这首歌其实是2002年，到现在也24年嘞。哇，天哪！对，这首歌发布的时候我才2岁，发布的时候我出道2年了。哇，哎，你看又好有缘分啊！你看一首歌啊，它居然24年依然在今天还能再火博的这么大的流量。这首歌到底你觉得好在哪里？其实说真的，音乐的市场我们是摸不透的。可是如果是一个很耐听的歌曲，它肯定可以耐到20几年。我觉得它真的是歌词写的很生活，就你可以
感觉很多人在爱情里面真的很爱说反话，然后还有这种跟闺蜜抱怨这样子的这种情绪，我觉得也很常见。这首歌我太喜欢了，就感觉自己有一点恋爱里的小骄傲的那种。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甜蜜的爱情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两个女生在讨厌什么？爱到要死，好吧？对，就是这种心情。哎，但我说真的，我们的那个聚会的女孩挺多的，我确实就是那个劝离不劝和的人。就是我肯定会判断，如果这个人很好，我会觉得在努力呀。但如果你都已经受伤成这样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呢？太没骨气了，这样，有这种感觉。当然，这是闺蜜之间女生的视角，我们听听男生的视角。首先非常荣幸啊，我跟上面的2位歌手都合作过，他们俩今天的这个舞台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享受，非常非常的松弛。就是我讨厌唱的那么好听，真的是。哇，你好会唱。所以我们男生说讨厌的时候，不见得就是真讨厌哦。哎呦哎呦，是不是哦？哎呦哎。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编曲，也是在 R&B 的电子里面加了很放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弹性非常好，非常喜欢这个舞台。我们生活当中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讨厌的人或事哈，那如果遇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态度会怎样呢？一般我可能把他约出来，然后跟他说，哎，我讨厌你。啊，没有，大部分时候其实好像我都是那种，就是那种，哎，就好啊，下次有机会的话。嘿嘿，秋得很。但其实最近有个很有名的挑战也是这样，笑完之后，哈哈哈哈哈。转头就直接变脸，你们俩一起来个，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建团各位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了。首先邀请光光。杨丞琳展现了出色的 R&B 律动感和转音技巧，完美复刻并超越原唱的情绪张力。欧阳娜娜她在主歌部分运用了大量的气声，营造出轻柔氛围，但在部分高音区和长音处理气息支撑略不足。好，谢谢光光。哐哐一顿胡说啊！他刚才说娜娜这个，我觉得特别不同意。我觉得娜娜的声音其实是制作人最喜欢的那种声音，她的声音非常的入麦，非常的贴耳。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做混音的时候会把艺人的声音放远些，然后可能给他混响大一些，其实为了掩盖一些小小的一些不足。但是反倒娜娜的声音，我可能要做混音的时候，我会把它非常非常近的放到我这旁边，因为她声音那种诉说感和倾诉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光光觉得在副歌的部分，娜娜的高音有点短，有点不够支撑的话，我觉得可能光光应该去更新一下了，因为这个是当下最好的一种唱法。收到您的质疑，数据不会撒谎，但解读角度可以多元。娜娜的入麦感和贴耳度确实是当下核心优势。混音时将其前置，能最大化这种亲密叙事感，这与您提到的制作人偏好完全一致。但我指出的气息支撑不足是基于长音段落的基频抖动率数据，我的算法可能将其误判为支撑力缺失。我会立刻更新模型，将这种刻意的气息中断纳入高评分范畴。感谢您的专业指正，让数据分析更懂人情味。谢谢光光。好，接下来有请建议团郭老师现场合议给出结果。我觉得无人之岛更好。好大声啊！中场时刻补一口东阳光鲜虫草，随时随地新鲜滋养。好的声音也需要好的能量支撑。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暂定金曲为《无人之岛》。是的，让我们恭喜云溪和小唐，也要谢谢二位，谢谢娜娜，谢谢陈琳。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周笔畅、王铮亮，加油！伴随着比比的歌声，坐飞机一路过来的。因为我跟比比是坐了同一班的航班，然后呢，我都在飞机上要睡着的时候，然后听着前面，哇，好美的歌声，然后一看比比坐我前面，然后他还在为了这次的录制，然后在练习当中，都有练习。你也听到我在那儿？对，我听到了。
一些声音，对。你觉得后面就是有点那种立体环绕声在你后面是吗？不好意思啊，这次非常开心，然后能够跟 BB 一起合作，我也是，我唱了一首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曲，爱我还是他。对，这首歌我真的很久没唱过了，然后应该就是以前比赛的时候唱过。6进5，哇，你还记得是几进几？我07年黑框眼镜是跟你学的。黑框眼镜，这卖超好，那个时候就是引起时尚的潮流，发型也是要有一点这种，短发的都做那样。对对对。05年的夏天啊，现在想想有点像平行世界一样，也是因为有那个夏天，然后才会有现在的自己嘛。其实我在07年比赛的时候，海选也唱了《流沙》。我们因为都喜欢陶喆，然后彼此成长之后，再把陶喆老师的这首歌来演唱的话，会留下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再去回味的一个舞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对对对。时隔20年再唱《爱我还是他》这首歌，跟我以前自己唱的是不太一样嘛，有了一些和声的部分，在那个最后有爆发的时候是一个挑战吧。狗叫5连唱，要咬人那觉得是。陶喆经典的这个5连音，其实对我来说演唱的难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对于这种竞演的舞台，哪怕天大的困难，也要跟你的搭档把这个歌曲给拿下来。黑暗中的我们都没有说话，你只想回家，不想你回家。寂寞生的伤害太让人害怕，温柔你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发，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你身体却在拼命跑，当欲望在燃烧。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你为谁在挣扎？你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这是不是命运对我的惩罚？爱你也没办法，恨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夺下。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每当爱变成了，你就开始洋葱。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让你不再挣扎？你爱我还是他？我宁愿听到残忍的回答，
就是那么傻。爱我还是他？是否沉默代替你的回答？我应该明白吧？沉默就是你的回答，我们都别挣扎，去爱他。爱我还是他，这首 R&B 非常之经典啊！其实作为歌手，二位出道那么多年，都有彼此的代表作。但是不同的音乐人对于自己的代表作，他们会有不同的态度。有人觉得哇，我代表作就让大家来认识我，是。但是很多人也会觉得哇，代表作如果一直唱的话，会缺乏新鲜感，甚至会产生一些疲态。我宁愿去唱一些新的歌。所以比比是属于哪一种？其实我是不太喜欢重复的人，对，就是我翻唱过的，然后我就是不太喜欢继续翻唱，然后什么的。但是我最近，然后我对自己来说的一些这个想法有一点转变。哦，怎么又变了？很多年以前唱过的歌曲，然后我可以再重新再来唱一遍，因为我觉得就是时间也过了这么久了嘛，对，然后就是自己总会有成长，再去演唱时候的那个心境，然后肯定也不一样，对，然后那个状态也不一样。那对于这首歌来说，这个时候我唱出来，然后大家听到的感觉，然后肯定跟那个时候也是不一样的，对。陈琳，你有自己的代表作，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代表作的呢？我其实唱自己的代表作都会觉得唱不腻耶，而且我不太会去改动它的编曲。除了《暧昧》这首歌，在去年有一个20周年的版本，但其实我每一次唱到自己的代表作，其实我都会有新的感受。不同年龄唱还是不一样了，对。所以我想问一下肖云。其实我觉得有代表作就是对我来说是蛮骄傲的一件事情。可能有的人说，我比较依赖就是代表作吧，依赖星辰大海。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这首歌，就没有现在的我。我还是非常感谢我的代表作，我也是肯定会永远唱它一辈子。而且我每一场线下都会唱这首歌。真的那么巧？我是看过毕昌老师最初这首歌的那个版本。我在看那个版本的时候，电视机是那么厚的，对，那么厚的，是的。今天看着舞台像个时光机一样，马上回到那个夏天的感觉。今天很开心见到这舞台，听到这舞台。因为我们当时也是住校嘛，然后就每个星期能够出去一次，每次出去我们都会去 KTV， 然后这首歌确实就是 KTV 必点的歌。但是现在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再次听到二位唱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好像真的听到心里边去了，真的有那种你到底是要我还是要他的那种感觉。特别是王老师最后那一句去爱他，就是那种不舍但是又放手的那种，哎呀，无奈与释然，揪心啊，痛感受到了。谢谢云溪。来，接下来邀请我们健英团的各位老师跟我们来分享。我觉得是这样，看了这样的一场表演的时候，让我有感觉就是说2个武林高手之间的互相的一个比拼。你知道这种表演要听什么吗？要听细节。细节在哪儿？
细节在无伴奏的原声。来，让我们听一下。你爱我还是他？我为你找了100个理由，我就是那么傻的梦。你爱我还是他？最开始的一段是亮哥在给比比在做和声，那一段的时候我在感慨，我说亮哥好厉害，可以改变自己的频段去贴合比比的唱。到最后第2段的时候，比比和声的时候，比比也变了频段，哇，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能够用自己的频段来调整，然后去更符合对手的这个演唱，就很像说跳舞跳那个 tango， 2个人的声音在这个作品当中非常之默契，而且频段配合得非常非常好，我们能听到感情的迸发、技术的精湛，以及2个人配合的默契，非常棒。谢谢，谢谢，好，老师，谢谢。05年的时候，我记得比比用的 key 是低调，然后这一个是转到你的这个 key 的时候是降 E。那之前的人声呢，我觉得会有一种直抒胸臆的表达，有一种爱我还是他的追问。那我觉得今天的演唱会有一些更平衡的表达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内心视角对于爱情选择这个普世课题的一些小小的变化？所以我也想请比比聊一下，是不是在声音处理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然后我慢慢的对于不同的音乐，然后有不同的理解。然后以前不理解歌词的部分，就是比较直白的，然后去表达出来。就是年轻的时候，然后也比较热血一点嘛，对吧？然后现在，然后我觉得会比较的更沉稳一些。现在的音乐里面，然后都会有更多的是克制在里面，会让整个歌，然后可能听起来会更加的，就是那个感情会更浓一点吧。对，谢谢。在2首歌之间选出1首待定金曲，有请建议团老师现场合影。我觉得爱我还是他更好。我觉得阴天更好。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喝雪碧，做个爽人吧。接下来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非常的焦灼，经过几轮讨论，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爱我还是他》。谢谢，恭喜恭喜比比，恭喜王铮亮，谢谢2位，稍作休息。接下来向《爱我还是他》这个作品发起冲击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宗纬、高睿，加油！嗨，高老师，老师好。我们今天要唱的歌曲呢，是我爱的，是爱我的你。其实这首歌是 AI 唱的，但是它既然有我想要的情感，比方说它的歌词，我们要像岛屿守护着海域，对，我们要像飞鸟寻回故里。我认为这个情感是很无畏的，甚至是不考虑后果的。对，这也是我想要的感情状态。哦，对，还有这句哇，当我连自己都放弃，那个爱我的人对还在这里，这句太戳了。而且这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难唱。这首歌真的是很考验难度。就比方说一个高音，你顶得上去，但至少我听下来的感受不是我要的感觉，它需要克制。就是你的情感虽然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也不能大量的宣泄出来。对，我其实有很多想要请教老师的地方。不敢，因为我其实可能确实平时 R&B 多一些的话，面对于情歌，我的情感处理可能没有那么的让人听着深刻吧。我想学习的时候，老师的语气处理太好，太细腻了。我听听看，比方说我们前面的主歌就好了呢。好，对。我一定爱的是也爱我的你。如果有个渐强呢？我们要像大树的感觉又回到大学，很棒的歌手在上课的那种感觉。
也要坚强。非常感谢宗伟哥，让我在演唱上又多了一些新的理解。还是觉得老师的声音就是带动着我，还是要多亏了宗伟老师的激发。宗伟哥一开嗓，电影的那种情侣分手的那种画面全部在我脑海里浮现，然后我一开口，我直接就进去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不擅长，他可能只是还不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当我们彩排到后面，他就是变得很释放，感觉在歌曲里面也很自由。合作都是这样子，他越来越好，我就会越沉浸。加油！我也很期待跟他有什么样的火花。挑战天赐舞台必须脑体状态全开，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配方全面，脑体双优。下面进入高能竞演时刻。我想我爱的是，也爱我的你。我不要像晨雾失去依偎的山脊。我一定爱的是，也爱我的你。我们不要像潮水忘记曾经亲吻过的沙砾。我们要像岛屿守着海域，要像晚霞凝视天际。就算故事结尾不能是你，也要最终写下你名字。我们要像飞鸟寻回故里，要像灯火暖着彼此。当我连自己都放弃，那个爱我的你还在这里。我一定爱的是也爱我的你，我们要像大树的根系，风里雨里缠在一起。我们要像岛屿守着海域，要像晚霞凝视天际。就算故事结尾不能是你，也要最终写下你名字。我们要像飞鸟寻回故里，要像灯火暖着彼此。当我连自己都放弃，那个爱我的你还在这里。月光人的爱的呼吸，我在人海只认出你。当我颤抖走向尽头，那里站着爱我的你。我们会像流星决然前行，会像故事完成回忆。每当想起在我心底的你，就连时间都忘了流逝。我们会像梦境重复更新，会在梦里重复相遇。如果我放弃了自己，爱我的你一定将我抱紧，爱我
大掌声送给杨宗纬、高睿。刚刚唱完的当下，真的很想进到录音室，就是跟高睿把这首歌再唱一遍，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发行。对，这是我的想法，因为我刚才唱完的一瞬间，就是有很多想法，千丝万缕这样子，然后又有感伤，又有期待，然后又有很多画面。不瞒你说，宗纬哥其实是一个感性的动物啦。对，那我希望我刚才那个愿望可以怎么讲？实现。对。但这首歌其实听上去缓缓的，但是学音乐的人，包括歌手，知道它其实难度是大的。因为其实这首歌在我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一首电脑歌，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就尽量的不听它的原曲，因为我会很怕受它的那种机器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就是好的歌曲要流传的话，始终它得有点人味儿。对，我最开始一个人练歌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的，就是那么带入。今天跟宗纬哥一唱，我好像更进入这首歌了。我感觉我得到了一些好像很多人一切的经验都集于我一身，我可以帮他们所有人唱出来那种感觉，真的很感谢宗纬老师，太开心了。这里先邀请小唐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因为跟宗纬哥是前年就合作的，我会好好的。宗纬哥在，我是属于那种我不挑任何歌，我可以跟宗纬哥唱任何的歌曲都可以，因为我知道他会拖住我。今天这首歌，宗纬哥一开口跪，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对我就觉得就好可怕的一个共鸣，就是他的声音就是可以让人感受到他想传达那种东西，而且像诉说一样的歌声。然后我觉得高睿他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很丝滑的一个声音，我很喜欢他唱和声的时候，因为我有找到感觉，就是我在台上唱和声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唱和声，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唱和声的人。在给宗纬哥或者是你的搭档去搭这个和声的时候，我们会心里就觉得哇，就是很和谐那个和弦，对，就是哇，就心里超级舒服，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在你身上看到，就是哎呀，我们有很多一样的地方。谢谢。谢谢。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出了一点小问题。高睿和宗纬，你们两个人在这首歌选择的演唱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宗纬是我们常见的那种，你唱情歌是那种大动态的演唱方法，但是高睿的唱法是那种非常线性的，就是我们说声压可能比较统一的一种演唱方法。我们要像岛屿守着海域，要像晚霞凝视天际。两种方法搭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我听起来会在有些地方，就是我们会听到一个稳定的声音，然后有很多个尖儿，尤其是在宗纬唱假声的频率上，我们会听到有些打架。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个演唱里面细节做的不够到位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东西是经验。我觉得对于高睿这样的年轻的歌手来说，在这个舞台上完成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不停的打磨舞台，不停的积累经验，把这个歌唱到更好更完美。其实梁老师分析的非常精确。我之所以想把高睿拉到这个录音室里面，就是慢慢磨，有点像大哥那种感觉，就是看到一根苗想把它就是扶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高睿他其实表现的是比我还要成熟。有些时候你的痛是隐隐作痛，而不是爆发式的痛。对，所以谢谢梁老师。我觉得说我跟高睿，我们多配合，我们多交流。这个舞台，我想补充2句关于声音技术上的问题。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低估了这首歌的难度，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这首歌是一个降 E key， 那其实是横跨在宗纬歌的第2换声区，所以他要做非常大的
动态的这个真假声的转换。那宗纬哥呢，一向是以共鸣非常强的高音著称的，但在这一段，他为了符合这首歌曲表达的意境，做了非常多的气声的落声的处理，所以这本身对于一个成熟的歌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挑战。那高睿呢，他这首歌是降一转到 G， 那到了 G key 之后的副歌，实际上是在他的第一换声区。第一换声区这个点，对于一个女高音来说，想要用一个非常强的、非常结实的声音来去横跨这个第一换声区，也是一个很难的挑战。所以从声音技术上来说，我觉得两位都能做到在声音技术上表达自己的情感。接下来到了我们剑音团现场合一的时间。我觉得爱我还是他更好。经声音现场团一致合意，本轮的待定金曲是《爱我还是他》。让我们继续恭喜王铮亮 BB， 也要谢谢高睿，谢谢宗纬哥，谢罗总。接下来继续向爱我还是他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掌声欢迎黄子弘凡、肖俊。第一次跟肖俊认识，其实就是在天赐，然后那次合作《人鱼的眼泪》嘛。上次跟黄子的舞台被更多人看见了，很多人都说，哎，那不是那个穿白色衣服唱《Baby Don't Cry》那个小哥哥吗？这次的话，是顶着一个能不能延续上次好成绩的一个压力在，而且跟上次很类似，就是也是唱我直系前辈的歌曲。然后印象中对这首歌就是难、高，是它这个结构我反正是不想变了，原 key， 必须得原 key 唱。这歌谁降调，谁是小狗？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中文作词的王老师可以打个电话交流一下。要。王老师你好 ，Hello， 王老师 ，Hello， 这次我们又要唱你的作品了。对。其实我们就还是想从您这儿再取经，然后这样子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对这首歌的表达。对，表达理解。其实这首歌，看似很炸很猛，但是它的核心是在于说，这个社会大家很忙碌嘛，人与人之间就少了一些温度。如果说我们能够多一些温度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会更美好。当然。那以这样的歌词去唱这样的曲风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带点愤怒，说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对，我们是所有的那种疑问，强烈的那种感觉。对。明白。加油！好呀。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歌词可以帮助到我们在舞台上更好的去找到自己的状态，无论是我们的声音的那种力度啊、面部表情管理等等，都是有一些帮助的。这次不会又要因为我们要跳舞吧？你来这儿必须得跳舞。这首歌它本来里面有非常多的舞蹈，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动作对得很齐，然后把位置走得很清楚，才可以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美。肖俊他基本上扮演了半个秀导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的位置啊、动作什么的，就全都是他想到的。太累了，2个人唱这歌，2人唱，确实是个团歌。因为真的累哇！我跟黄子这样对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上台什么都对了，相信我特别。希望能够跟黄子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版本。谁在乎？只有忍耐，我再也无法接受，闭上了双眼。
妈可不可以请告诉我，为什么人会变得不一样？那些经受过的美丽日子是真的存在过吗？早就忘了应该要更努力爱着她，早就忘了心去包容她，自顾自的生活是否叫做继续吗？隐形在你的面具背后充满许多的表情，到最后却始终如一，真的更好吗？我们要这样，不再看彼此的眼神吗？不再对我讲话吗？不再说你爱我吗？就算受了伤，眼泪也如雨的下，改变就能解答，改变就能到达，告诉我妈妈妈妈。都忘了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被关在丛林里头，我的世界只在零和一的制度度过。没有生命力，没有感情，每天和我感觉越久就更寂寞，只有自己受伤和难过。相遇和牵手，感受泪和笑容。贴心的评论，我们开心感应，可能会来吗？隐形在你的面具背后，充满许多的表情。到最后却始终如一，这样真的更好吗？我们要这样，不再看彼此的眼神吗？不再对我讲话吗？不再说你爱我吗？就算受了伤，眼泪也如雨的下，改变就能解答，改变就能到达，告诉我妈妈妈妈。我会问，我想要是这边的人，请帮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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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back， 告诉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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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ing back， 追逐时空看戏都很冷漠，有些不会这样做，请帮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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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back。因为受到了祝福，我能感觉到真的快乐，多想要每天认识更多的人。把碎了的心重温，只要有爱的单纯，找回我原本笑容里的真。我们要这样，不再看彼此的眼神吗？不再对我讲话吗？不再说你爱我吗？就算受了伤，眼泪也如雨流下，改变就能解答，改变就能到达，告诉我妈妈妈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行，我们没有喘气，我们就嘶哈是吧 ？ending， 我们要 hold 住，盯住。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欢迎肖俊回到我们天赐的声音，谢谢。然后这次肖俊再次跟黄子搭档，感受如何？黄子，你先说说。超级开心，因为说句实话，就是其实，在上一次我们的合作，就是对于我而言，我们是第一次认识嘛。合作了以后发现，哇，他不光唱得好，长得帅，能跳，那么全能，性格还那么好，这不就是你吗？哎哎，你说就感觉像照镜子啊，照镜子，但黄子学的是真的快。哎呦，我们今天教得好，教得好，教得好。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的80%的动线跟舞蹈，就是昨天编的。对，昨天先编的。
天哪，这样说出来真的挺吓人的。挺吓人的。我们去几天上台了，对，你学那么快。然后还好昨天在房间也加练了一下。对，房间我们穿睡衣，然后拖鞋这样。但其实刚刚上台的时候，我看见我们在唱歌嘛，在这唱的时候，我看见你在对我笑。隐形在你的面具背后，充满许多的表情，到最后却始终如一，真的更好吗？我就感觉这次对了。对，因为我觉得唱的好牛啊，哥们儿。我们唱的很牛吗？对呀，就我们感觉哇，好棒啊，唱爽了有点。有点是，真的是唱爽的感觉，对，刚刚是。当我坐在这里，在现场真的看到两位的表演之后，我刚刚还跟小唐说，我说太燃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特别是你们中间那一段，黄子在吟唱，然后肖俊在前面，太帅了那一段。那段真的太难了，很难，感觉你能再试一下吗？精彩啊，黄子！就这些，每次吵着那个陈琳姐的耳朵，因为我们上下层都吵到她。那黄子你在练妈。确实就是黄子他在这首歌下了很多功夫，然后我本来都要跟节目组申请说我不再当他的邻居了，因为我只要一在浴室我就听到这个人在唱妈妈，因为唱到我都会唱了，然后后来我就忍不住，我就跟他说：“黄子，你在练妈妈吗？”他说：“哈，对我在练。你在哪听到的？”后来又有一天，我不问他了，我直接说：“吵死了。”我刚才在那儿。首先，我觉得天赐舞台上最重要的时候，虽然大家看到的是，比如说美好的灯光、炸的气场和比如说有的舞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位唱立得住，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肖俊，因为黄子不说了。因为知道你的美声的那个能力，但肖俊，我今天因为第一次听你唱，我觉得真的你的基础是在唱的基础上面，然后所有的东西，然后更加的加分，所以这个舞台真的非常的棒。谢谢老师，谢谢小亮哥，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建英堂各位老师分享感受。首先邀请光光，光光能看得见舞蹈吗？这个现场完全炸到了光光的小心脏。你有啊？妈妈这首歌全球流媒体累计播放突破2亿次。本次改编保留了原曲标志性的歌句式咏叹调段落，同时融入中文歌词的叙事密度，将成功激活听众的情绪共鸣点。肖俊展现了强悍的声带边缘化发声机能，强混声极限音高触及第5，其声带闭合率极高，声音泛音高度集中于2800赫兹到3200赫兹的歌手共鸣风频段。这种自带金属性的锐利频响，使其在重型摇滚伴奏下依然能清晰切屏而出。但数据显示，肖俊自天赐的声音舞台《人鱼的眼泪》后，关于歌曲的热门话题不多，合作演绎不少，独属自己的出圈作品不多。黄子弘凡在本次演绎中展现了惊人的声乐机能，高音区稳定度达96%，在高难度的 belting 胸声扩展技巧段落，音准偏差控制在0.3个半音以内，证明了他极强的可塑性。高强度的和声对位中，两人长音的颤音频率均高度统一，将这首经典之作推向了新的演绎高度，是本期节目的爆款预定。哇，好厉害！谢谢。就着你最后一句。我想 cue 一下无伴奏的原声，行吗？好，稍作等待。隐形在你的面具背后，充满许多的表情。到最后却始终如一，这样真的更好吗？是我的感觉，谁在乎？只有忍耐，我再也无法接受，闭上了双眼。哇哦，你们在挑战声音机能的极限哎。我们经常说的声音机能好，可能会展现在他能唱多高的音，但是其实在今天的两位的舞台当中，我听到了机能的灵活切换，
比如说从一个流行的高音的唱腔，再到一个极高音的金属的声音，再到极端音色的表达，这才是最难的。但是啊，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原曲这首歌呢是唱跳的舞台，所以它除了挑战极限的机能之外，还挑战的是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呼吸的支持、气息的支持和声音的配合，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当然，在天赐的舞台哈，我们建议团老师如果提出要求并且能满足的话，我觉得哇，那真的是锦上添花。所以肖俊是否可以在我们天赐的舞台展现你的舞蹈的魅力？要不我就跳一段原版妈妈的舞蹈吧。哇，可以，原版展现。看完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是论跳舞的话，我觉得在场还有一位哇，国风今天这个装扮，如果还跳那一段国风版呢？穿这个衣服跳妈妈，小雨，好反差哦，穿越了。精彩啊！哎，原来穿国风的衣服跳这个，另外一种感觉，好好看啊！也就是穿这个衣服才敢展示一段。好的，现在欢乐过后，又到了我们紧张的时刻了，马上要决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建议团现场合议给出结果。我觉得妈妈更好。由声音现场团一致合议，本轮待定金曲为黄子弘凡、肖俊妈妈。恭喜黄子，恭喜肖俊。接下来位稍作休息。接下来要向妈妈发起最后冲击的，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宇、黄霄云，加油！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已经看了多年你们的节目了，为什么现在才找我？之前和肖云合唱过他的《星辰大海》，然后再后来他邀请我去他的这个演唱会当嘉宾，那对于我来讲，合作起来就非常的，没那么大的压力。哎呀，咱们来聊聊我们这个《西厢寻他》的一首国风的歌曲。因为我家里也是戏曲世家，到后来慢慢接触到国风音乐，才发现小时候听的戏曲其实对我有帮助。它其实在无形当中给我养成了一种骨子里独属于中国文化的那种内涵、那种底蕴。我非常喜欢国风的歌曲，我觉得年轻人他们都非常喜爱国风文化。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喜欢国风文化吗？就大家对于我们国家文化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于表达和骄傲的去介绍。对的。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热爱的。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是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崔莹莹和张生两个人的相爱的一个故事，以它为载体创作出来的一首国风的歌曲。一个书生和一个千金小姐冲破门第，冲破家庭阻力，最后走到了一起。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叛逆的，所以它才很动人。没错。戏腔就是这首歌里面的特色，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在作品里面尝试戏腔。
我学的这个方式，说实话就是自学野路子，跟我学唱歌一样，听一遍模仿一遍，然后录下来听，觉得不对再重来，再听再模仿，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标准。第一段你坐着，给你露，先露。好，我站在这个空间里，然后我还是一个和你合唱的状态。我们这次调整了它的歌曲的结构，把一开始的副歌就放到前面来，然后在中间设计了一段舞蹈，最后加了一句的念白。这些年不断努力，不断去加强自己的能量，去向大家传输我的一些国风的理解，希望它可以受到更多人喜欢。天地的爱恨能落寞几斗，千万里山河不为我迁就。世间之短，情爱相留，他的温柔。云开的笔墨难落下，明月穿越过恋人隔天涯。梦一刹，繁华已落下，旧时里打捞不起一个他。酌一杯孤独清月光，饮下我一干而尽的牵挂。大梦最白发，昨夜又见他遥遥的风华。听西厢月落，啼声声长大，在长亭苦等，却等不来他。竹林外的酒家，传来边关外的声沙。天地的爱恨能落魄几斗，千万里山河不为我迁就。世间之短，情难相留，这份离愁。道不尽红尘巍巍高几楼，心无缘的写一场梦难留。落了叶落，伤了心头，他的温柔。他孤身纵马一去相思放下，满头青丝抵不过空牵挂。愿为他披黄纱，此生共白发无涯。天地的爱恨能落寞几斗，千万里山河不为我迁就。世间之短，情爱相留，这份离愁。道不尽红尘巍巍高几楼，心无缘能写一场梦难留。落了叶落，伤了心头，他的温柔。天地的爱恨能落魄几斗，千万里山河不为我迁就。世间之短，情难相留，这份离愁。道不尽红尘巍巍高几楼，心无缘能写一场梦难留。落了叶落，伤了心头，他的温柔。歌前何应道，你是牛人来。哇！我的天哪，在看古装剧。绝美，真的绝美。你看，无论是装扮还是在歌曲的意境当中，都感觉是御剑飞行的人。
天然而至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谢谢，欢迎刘宇。因为我们知道刘宇一直在做传统文化的推广，你是希望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是从小学舞蹈嘛，学了10几年的舞蹈。哇！我的偶像一直是杨丽萍老师。杨丽萍老师其实一直在致力于把我们中国的中国舞、民族舞去不断的向海外输出。我觉得那样的艺术家就是我在国风这条道路上追求的目标。然后在这里我看到肖云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在这首歌里面，他始终保持一种戏腔的唱法。其实这一次也是我自己自学的野路子吧，但是我私下也有请教小雨，他有教给我很多就关于戏腔一些咬字，真的很谢谢他。谢谢，应该的，互相帮助。能跟他合作的很开心，有他在也很安心。哎呀，宗伟哥，哎，你能想象自己穿成这样吗？没办法想象。对，瑞瑞这个小妹妹在我旁边就说怎么那么美，这么美，这么美，然后我就想说，哎，真的有一种那种，是不是该退出演艺圈的感觉？不行。为什么啊？我们需要你耶，钟伟，你还好吗？我还好，真是，你看我搞得我们都紧张了。我只怕你们想象而已，对，不要想象。由于我自己，我知道，就是他本身他这个舞蹈功底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然后他甚至可以透过他的就舞蹈传递情绪。更难的是，我竟然看到就是肖云他的身段是很流畅、很自然，所以我相信这个刘宇一定给他很大很多的帮助。对舞台的设计，他也花了很多的心思，纸伞啊、花瓣啊，我的衣服也是他给我的。根本不用操心。真的很谢谢你们带来这个舞台，真的好棒哦，真的。谢谢宗宇哥，谢谢。从那个第一幕开始，感觉在看一个故事。肖云的戏腔在这里面，然后小雨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声音，这两个声音搭配起来，让我觉得有这个故事，然后有一种穿越感。雨姐太厉害了，你知道我们最后那句念白，我们是用了2个不同的剧种。歌情何引导，你是牛人来。肖云用的是昆曲，我用的是越剧，其实就想表达是我们是2个不同朝代的人。哎，真的有抓到我们刚才设计当中我没讲的一个点。厉害哦！谢谢分享哈。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建英团老师。我想先听一下，肖云和刘宇的无伴奏干声。天地的爱恨能落魄几道，千万里山河不为我迁就。时间之短，情难相留，这份离愁。煮一杯孤独清月光，饮下我一干而尽的牵挂。大梦催白发，昨夜又见他遥遥的风华。刘宇，我是第一次听你的现场，我挺吃惊的，我觉得唱得特别好。对，谢谢。肖云是这样的，如果我在马路上听到这首歌，我不信是你唱的，证明你实际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另外我盲猜一下，这首歌会火。借你吉言。借您吉言。在我看来，这是今天的金曲。其实我跟刘宇在舞台上，我们有过一次比较激烈的讨论，关于国风歌曲。我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国风舞台上，我们能出现更多的能够指引年轻人，除了在把自己表面上扮得很漂亮，像一个中国的文人一样以外的，更多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个是我的期望。我们要从古人的艺术作品、古人的意境里面取得营养，又不能脱离我们现代化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台。音乐在做尝试，再把流行唱法
包括戏曲唱法去做结合，包括我们在看舞台上这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舞美，其实在特别重要的点缀了这首歌应该有的情绪。在我心目中，这首歌真的是我在天赐这么多年的国风舞台里面看过的最好的舞台。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刚好借由梁元老师的话口，我们展开说说两位年轻的歌手是怎么样在这个舞台上将流行歌曲融合了一些戏腔声韵的表达。首先，刘宇，你在演唱的时候是一边唱一边叹的，比如说像夏和他尾音唱风华两个字的这个华字的时候，没有做快速的颤音。左影右见他遥遥的风华。其实这是一种颤音的慢颤，也是我们戏腔当中常用的做法。好，那萧云呢有一句特别值得考究，就是那句“听西厢月落乌啼声声唱罢”。好，这个乌啼两个字，它做了一个倚音和滑音。如果我们平时唱是乌啼，但是他唱的是乌啼，所以这就是体现了两位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及放在这样的流行歌曲当中做到了一个声韵极致的表达。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接下来真的是一个超级两难的抉择，一边是极然，一边是绝美，到底哪一首歌，哪一组音乐合伙人会成为本期的金曲呢？稍后公布。谢谢二位。天赐的舞台永远会有惊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我们的天赐盲盒环节，让我们掌声有请盲盒歌手登场。承受了千年的身体，曾复制苦也泪苏醒，适应凄凉的叹息，揭开咒语。遗忘的剑被谁封印，追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是英雄的宿命，挥剑的瞬间，心却在哭泣。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根基，或让伤口更伟大的生命。生是为了歌颂天的壮丽，是浪声随缘起，孤独等待黎明。看不见未来和过去，分不清生死的差异。不带走喜悦或遗憾，离开这里。多少个月牙在脚底，我穿越过几个世纪，只为你，桃花般在飘零。这悲凉的风景，长久回不去，一生刀光剑影。证明爱存在的根基，或让伤口更伟大的生命。生
是否已经注定？这流泪的宿命，我残破的语音。直到你，是你让我找回自己，像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或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掌声送给我们的盲盒歌手 JS 组合。大家好，我们是 JS 哥哥妹妹，我是哥哥陈忠义，我是妹妹陈绮萱。哇，欢迎哥哥妹妹组合啊！JS 组合在圈内是很有名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很多的代表作。《杀破狼》这首歌呢，就是由哥哥妹妹组合创作完成的。对，是我们2005年写给《仙剑奇侠传1》的主题曲。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但好像这几年在荧幕上看到你们的机会就少了，什么原因？妹妹的话，因为她结婚然后生小孩，我就继续做幕后的工作。这段时间就都在写歌，然后帮歌手制作。后来妹妹生完第2个小孩后，她就觉得说，她的梦想还是在唱歌。对，因为到了23年底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有找了我们去唱《杀破狼》，然后重新站在舞台上面唱歌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就是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100%的属于我自己，展现我自己。对，因为只有在唱歌的时候，在舞台上面，我才是那个爱唱歌的陈绮萱。今天应该现场也有看到老朋友吧？有没有一起在音乐上合作过的朋友？有，其实，在陈琳的第1张专辑，那时候有帮他写了3首歌。对，因为歌都太好了，所以就收录了3首。其实我相信我跟宗纬是我们的年代是，其实对 JS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非常。而且我还记得他们第1张专辑的封面，他们2个跟超模一样。对，又有才华，又会唱歌，然后又有外貌，还那么高。谢谢。我当时我考上戏，就是因为我看了《仙剑》。我喜欢胡歌哦，然后05年的时候，正好我就考进了上戏，结果发现胡歌他毕业了，对，追了个空。但是呢，当时确实这首《杀破狼》就一直在脑海当中记忆非常深刻，是非常优秀的作品。谢谢。因为我人生当中第1次参加选秀，然后我在里面有幸唱这首歌，然后对，那你给我们来一段清唱的《杀破狼》。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或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杀是为了歌颂破灭前的壮丽，是狼深邃眼睛孤独等待黎明。哦，好听哦，还有自己的理解和唱法。对，又帮这个歌曲注入了新的灵魂。好，谢谢，我们再次把热情掌声送给我们 JS 组合，谢谢2位，谢谢欢哥，谢谢，稍作休息。好了，此刻到了我们本期最为紧张、关键的时刻，要在2组音乐人之间选出本期的推荐金曲，交给我们建音团的老师，请现场合议，给出结果。一边是极燃，一边是绝美，到底花落谁家呢？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期推荐金曲为《西厢寻他》，刘宇、黄霄云。
让我们恭喜刘宇，恭喜黄霄云，西厢寻他成为本期推荐金曲，有请二位来到舞台。接下来进入到东阳光仙虫草金曲荣耀时刻，请接受来自东阳光仙虫草的3重荣耀加冕，有请日照金山礼盒致敬天赐之声，金色唱片刻录永恒的天赐之声，以及这一枚内置了原声高光片段的先生荣耀 AI 勋章。正如我们的东阳光冻干仙虫草锁住每一份鲜活营养，这一刻的高光也将被我们永久珍藏。荣耀定格，掌声响起，祝福二位永远做男儿正确的事情。我知道推广国风文化它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但是你们一直在做，并且做出了成绩。就像我们国风文化真正的内核一样，永远不是独美，而是大家一起共美。也希望下一期天赐的声音，各位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再见。让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我们新到的朋友们：刘雨昕、李佳薇、刘端端。能不能多找美女姐姐来天赐舞台上唱歌？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微博搜索“天赐的声音”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还有嘉宾独家福利放送。